大家好，我是Ethan，没错，那我又回来更新了，好几个月没更新。这段时间你们是不知道我顶着多大压力在玩。言归正传 ，Pocket 4来了。保密协议跟没有一样，网上该泄露的都泄露了。但是我们今天会来很系统的讲一下这段时间对 Pocket 4的一些看法，包括和 Pocket 3或者 Action 6啊、Nano 啊，同样都是 Osmo 家族的其他相机的一些对比。声明一下，这期视频的样品确实是由大疆提供的，但是我并没有收取任何的推广费用，我也会讲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观看，并不是广告。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Pocket 4相比于 Pocket 3在外形上升级了什么东西。Pocket 4这边把 DJI 的 logo 变成了 Osmo 的 logo， 整体的高度4会稍微比3稍微高了一点点，侧面这边 logo 也变成了竖的，而且颜色变浅了一些，然后存储卡仓这边多了一个盖子保护里面的 TF 卡。背面这个防滑的纹路变宽了，然后这边侧面串绳的这个孔变大了一些，但是麦克风啊整体的位置都是还是一样的。然后在它的横滚轴这边多了4个触点，用来安装这一次和 Pocket 4一起推出的这个磁吸式的补光灯。那镜头组件和3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3的那些磁吸滤镜也都可以沿用到4这边来。那这次的4呢，并没有像3一样的这个硬的保护壳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云台夹。那它呢就是把它放到4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云台夹上了之后呢，所有的轴都被锁住了，镜头也被保护在里面，然后屏幕这边也因为这里卡住了，转不开。然后你如果放在包里误触的话，它也会显示说，哦，这个云台夹没有被移除，所以自动会关机，就是等于说完全杜绝了这个误触的可能。好，那现在这个是 Pocket 3，我们也来试一下。那这个云台夹它是可以稍微挤一下是可以放进去的，但是我会明显感觉到它这个空隙不是太合适，所以会有一点紧。包括我现在转这个镜头，它是完全和云台夹贴着的，所以我会有点担心说，如果你把这个云台夹用到3上的话，这个镜头前面的玻璃会不会和云台夹给刮到？只能说在建模上它是硬插进去是没问题的，然后屏幕这边也是不会被撞开的。然后我来看一下能不能开机。OK， 它就没有这个固件程序，它就直接开机了，所以我怕这样子的话，云台等于说它一开始它的电机是别了一下，它检测到我云台锁住了，所以它现在进入了云台保护模式，所以我不太建议当前固件大家用云台夹夹在这个3上。我一开始我有点不明白，因为站在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我更希望我的器材是像这样子被全包住起来的，所以我跟我老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老婆也说了，就是她作为普通消费者一个女生更喜欢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以这样子的方式保护相机的话，她就可以把这个形态放到她的包里，或者她单独买的一个小包里，她的包里也没有什么特别锐利的东西会划伤这个屏幕，所以她个人认为更轻量化的出行是更舒服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它的遗失率会很高，虽然说它这里有一个开孔，你可以绑绳子在上面，但是我相信80%的人应该不会把它绑在机身上。那除了云台夹之外，取而代之的保护套就是软包了。如果你是全能套装的话，会这2个包都带；如果你是标准套装的话，就只有这个软包。那这些包里面都有一些小口袋，你可以放配件。那我大概给大家比划一下，你看，如果你带着这个延长的握柄的话，它其实放不到底的，它会被卡住，然后你拉链也会有点吃力，所以大概就是放一个没有上底座的机身，然后脚架和底座也可以放进去。补光灯，对，稍微折一折吧，它这个里面的操作空间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直接开机，那可以看到开机的 logo 也变成了 Osmo， 很明显这次外观上一个另外的亮点是 Pocket 4这边有了2个物理按键，分别是放大和自定义。然后这个放大按一下是2倍放大，按2下是4倍放大。当然这个放大都是数码放大，它并不是光学放大，因为它的镜头就是只有一个镜头，再按一下又会变成原来的。那这个变焦是可以在拍摄模式下也同时进行的，2倍放大、
4倍放大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次 CMOS 升级了，它像素更高了，所以2倍放大对我来说，我并没有感知到特别严重的画质下降，但是4倍确实是能感知到的，因为它毕竟就是个数码变焦，所以有画质的损失也完全是在我的预期之内的。那为了让大家更具象化的了解1倍、2倍、4倍是什么概念，我也拍了一些大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一个大型的演唱会，2倍是这样。4倍是这样，2倍的画质不错，4倍的在这种演唱会很弱光的环境下，再加上数码变焦的衰减，能有这个程度的表现，我觉得我们抱怨不了什么。然后这个自定义按钮呢，你是可以在菜单里面找到这个 C 键，然后你可以设置单击、双击、3击不同的功能。我可能会选择快速拍照，或者是打开关闭补光灯这几个功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底部的卡口也是和Pocket 3是一样的，包括 Type C 的位置也是一样的，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比如说使用一些 Pocket 3原来的配件，比如说这个续航电池手柄也是可以兼容的，甚至一些比如说第三方的这些小配件也完全是可以兼容的，正常使用都是没问题的。但有一些吃建模的配件确实可能兼容性会稍微低一点，像比如说这个包住的后面是磁吸的这个配件，正面看倒是还好，但是侧面的话，这个挂手绳的这个地方已经被挡住了。那续航呢 ？Pocket 4这边电池变成1545毫安时 ，Pocket 3呢是1300毫安时。那确实多了200多毫安时，续航会稍微久一点，但是也没有说久到特别夸张的程度。所以如果你是一整天长时间的旅拍，你可能最好要备一个这个续航手柄或者是充电宝。那 UI3 可以看到4这边电量百分比已经是一直都显示了。而3这边，如果大家有用过的话，知道你要摸一下这个电池，电量百分比才会出来，而且过一会儿它就会自动消失。然后菜单也多了一页，像3这边呢，菜单就只有一页，这8个选项，而这边它把一些常用的设置从2级菜单里调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页。然后呢，第3页是存储管理，因为这次 Pocket 4加入了107G 的内置存储空间，你就算忘了带卡，也可以不影响录制，这个非常人性，而且空间给的还蛮大方的。107G 的这个空间，我这边显示，我如果拍 4K 60P 的话，我可以连续录制2个小时18分钟，这个你正常拍天 Vlog 绝对是也够了。然后调用出来的菜单，比如说有无线麦克风的设置，然后还这次新加的这个手势操作。那第2页呢，有自拍时的左右镜像、提示音控制，还有这个参考线。那这次它也是有标准套装和全能套装，那具体有什么东西，我就把截图放上给大家看。那价格上，我做了一下 Pocket 3、Pocket 4两种套装的价格对比，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来聊一下它这次功能上有哪些升级。那首先最大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它直接下放了满血 D-Log， 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因为如果你了解大疆产品的话， D-Log 这条曲线几乎不会放给消费级的相机。Osmo 这个全系列，我印象中这个是第一台，其他的 Osmo 机器应该都是 D-Log M。那满血版 D-Log 带来的动态范围提升真的是非常的直观。大家看一下这2个素材的波形图，一个是 Pocket 3拍的，一个是 Pocket 4拍的，所有的设置都是一模一样的，曝光、白平衡全部都是自动。Pocket 3这边波形图，高光部分基本上都是砍平的。而 Pocket 4这边可以看到，就只有太阳那个高光点可能稍微触顶了一下，其他的天空的高光都在。然后暗部的细节我还原之后，也会比 Pocket 3要更丰富一点。这就是满血版 D-Log 的厉害之处，能下放到这种消费级的相机上，确实这是能看得出来大疆的诚意。那 D-Log 这边还有一个升级，就是你看现在我如果切换到 D-Log， 它这边会有预览还原了，对吧？关掉就是完全的灰片。开就是模拟709的一个预览 LUT。那 Pocket 3这边呢，你切换成 HLG 还是 D-Log M， 它都没有还原 LUT 预览，所以饱和度啊、对比度啊，在监看上都不是特别的友好。但如果你只是普通用户，你不知道 Log 是什么也没关系，因为这次他们用了新的1英寸的传感器，虽然说尺寸还是一样的，但是它像素更高了。从超清拍照模式下可以看到，16:9画幅有达到3300万像素。1:1画幅是3700万像素，这个确实挺让我感到意外的。Pocket 3的1:1其实相当于从16:9里面裁切的，而 Pocket 4的1:1高度反而比16:9的还要再高。像是16:9的比例，我补光灯放一个在这个边边这边露出来一个角，然后我改成1:1画幅，这个补光灯露出来蛮多的了，等于说左右两边裁切了，但是上下两边延展了。相比于 Pocket 3 940万，Pocket 4这边解析力会更高。
大部分情况下画面会比 Pocket 3要更清晰。然后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是女生会很喜欢的，就是机内美肤。那之前 Pocket 3也有美颜功能，但是美颜功能主要是你要连接到你的 App 上，然后在 App 上才能实现美颜。有美颜的素材也会留在手机里，而不是相机里。这个对于你用电脑剪辑的朋友的话，你可能还要多几步的文件管理。那这个美肤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美颜，就是瘦脸什么倒是它没有。传统美颜在 App 里还是会有的。就是磨皮啊，或者美白啊、冷白皮啊、粉白皮啊这种，只是单纯的优化皮肤的解决方案。那我这边呢，测试下来觉得磨皮我开到5太假了，我觉得差不多2和3，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总体来说，这个功能蛮抓女生的点的，我觉得。那还有一个升级地方就是这个屏幕的亮度 ，Pocket 3这边呢，你只有这样子的调整，但是 Pocket 4这边呢，除了普通亮度调整之外，它现在还有一个高亮模式。那这个高亮模式呢，就是说你在户外太阳很大的情况下，它会进一步的榨干这个屏幕的亮度，让你可以看得清晰一点。我在室内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它必须感知到有强光的环境下，它才能让这个屏幕更亮一点。那还有一个升级我也很喜欢，就是智能跟随的算法。现在智能跟随升级到了 7.0， Pocket 3是 6.0。那确实在一些场景下，我会发现 Pocket 4的跟随算法是更智能的。我当然并不是说 Pocket 3不准， Pocket 3的跟随也很准，但是有一些时候吧，我很难说清楚它很聪明的那种量化标准是在哪。真的我自从当爹之后，我特别依赖智能跟随，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你在拍摄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其实是在屏幕上的。那我在拍小孩的时候，可能小孩身边的一些潜在的危险，我并不会第一时间注意到。那有了智能跟随之后，我就像手电筒一样，大概的把 Pocket 对着孩子就行了。我可以眼睛可以一直盯着小朋友，那这个对于带娃来说是特别有效的一件事情。Pocket 4现在在夜景，也就是低光模式下，也可以实现智能跟随 ，Pocket 3是不行的。那这个智能追踪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说 Pocket 3这边点击这个按钮，它也可以实现大概2倍的放大， Pocket 4这边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它们其实不太一样算力。Pocket 3这边呢，放大2倍模式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智能跟随的，但是 Pocket 4这边它是可以进行智能跟随的，不光2倍可以，4倍也是可以。你看，还是有这个绿色的追踪框。那除了 Pocket 之外 ，DJI 还有 Nano 和 Action 在这个小相机的 Osmo 产品线里，虽然说它们并不是同一类型的机器吧，这两个更偏运动相机，它们的广角会更广，但是可能大家在选择 Vlog 机器的时候会有考虑到这2台，所以我这次也拿着这4台一起出去拍一些对比的素材给大家看一下。Nano 的好处是它的相机机身特别小，就是拇指相机嘛，所以它可以拍到一些很奇特的，比如说像蚊子视角之类的效果。那 Action 就是传统的运动相机的结构，具体功能上我不做太多的赘述，所以我这次只是对比一下它们的画质啊、色彩，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当我把这4个画面放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 Nano 因为受限于体积的缘故，它硬件上没办法堆料太多，动态范围确实不如另外这3款。那 Action 确实动态范围上会比 Nano 好。那 Pocket 这2台大一点 CMOS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整体的质感都比这2台运动相机要好一些。那 Pocket 4素材放大看的话，可以看到解析力确实会高一点。那这个素材我直接测试了色彩科学里面的3个锚点颜色：天空、绿叶和肤色，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在这种自然下午的阳光环境下，色彩表现是怎么样的。在这个环境下，我发现 Pocket 3的肤色会更加讨喜一点点。大家先不要急着下结论，这个就牵扯到了这一次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升级。而这个升级我不知道为什么大疆市场部那边并没有在产品介绍里面点名这个，但是我发现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它的自动白平衡的算法。以前的 Pocket 3我个人认为是所谓的白色优先自动白平衡，而这次 Pocket 4会更偏向于环境优先。那白色优先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让相机自动的把它觉得应该是白的东西变成更接近纯白。而环境优先的自动白平衡算法，它会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光源去感知，然后给出一个相当于是你肉眼看得到实际颜色的一个白平衡校准。用人话就是说会更自然一点，因为白色优先的自动白平衡有的时候在一些很暖的环境下，它可能会加过多的冷、过多的蓝去中和掉那个暖，会影响到肤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吧。我对着天花板拍，我这个灯管的色温大概是暖白4000K 左右，所以我肉眼看到的就是 Pocket 4里面拍出来的样子。
那 Pocket 3这边就相对来说它加了多一点的冷，所以更接近于白。那在同样的这个环境下，我测了我的肤色，大家可以看到，明显 Pocket 4的算法会让我的肤色看起来更舒服、更自然、更红润，而 Pocket 3这边就稍微发冷了一点。这次的 Pocket 4自动排平衡这一块做的特别好。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这次升级呢，就是这次它加入了胶片影调，也就是类似于胶片模拟的滤镜，有 CC、NC、清新、暖调、电影、复古这几个。我觉得最人性化设置就是它像 Action 6一样，在这边加入了这个滤镜的浓度。我个人用这几个下来，我会很喜欢 CC 胶片加上30%而已，它并不会过多的去给这个画面染色，但是又会带有一定的风格，所以我用起来是蛮舒服的。但这个胶片影调必须是在普通颜色下，如果你换成 D-Log 的话，它这边就被禁用了。但是要注意的是，当你启用胶片影调的时候，美肤就被禁用了。内置滤镜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因为以前你要套 LUT 套滤镜，你还要导到那个 Mimo App 里面，相当于你这个文件管理又多了几个步骤。营销学上有一个说法吧，就是你每多一个步骤就会少掉一批用户，所以我相信大疆也是理解了这一点。你拍出来就是带着滤镜的素材，你可以直接导到电脑上。那除了这4台的对比，我这次着重也把 Pocket 3和 Pocket 4放在一起作为对比，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尤其是弱光环境。大家一定会好奇 Pocket 4变成了3300万像素，会不会在弱光环境下表现的不如 Pocket 3？那这边我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像素越高的相机，它反而弱光环境下的表现可能会不如像素低的相机。同样面积的感光元件下，像素越高就意味着每一个像素的尺寸越小，那它能够接收到的光就越少，所以这就是弱光环境下我担忧的地方。那我这次测弱光环境呢，我也测试普通的模式，还有低光模式2种状态，但是我这次测出来发现，确实如果你放大到100%，逐帧抠细节，你会觉得确实 Pocket 3在一部分情况下解析力会比4要高一点。但是说实话，你正常播放速度看视频，这次 Pocket 4的表现真的不输 Pocket 3太多。而且有的时候 Pocket 3的画面在弱光模式下，我觉得还会太锐了，反而这个 Pocket 4呢，让我觉得视觉上更舒服。刚刚我也提到了 Pocket 4这次动态范围更好，对吧？所以有一些像比如说这个霓虹灯的场景， Pocket 3这边霓虹灯都已经过曝成纯白色了， Pocket 4这边真的是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了，而且在暗部细节完全不输 Pocket 3的情况下，所以夜景模式下 Pocket 4我觉得没什么可挑剔的。而且我个人习惯，我还会把 Pocket 4这边锐度减1来拍摄。我个人不喜欢拍视频用太清晰的锐度，眼睛会很累，而且拍出来太数码了啊。当然这个锐度调节 Pocket 3也可以，所以我只是说一下我对视频锐度的看法。那还有一个升级就是，当你在这个画面调节里面把 Pro 模式开起来，曝光里面你选择手动曝光 M 档，这次最慢的视频快门速度可以到1/4秒，也就意味着它可以拍出有着拖影的，类似于重庆森林的那种王家卫的感觉。Pocket 3这边最低的快门速度会根据你的帧率来，基本上就是你帧率是多少，它就是多少分之一秒。那还有一个新功能呢，就是慢动作模式，现在最高可以录到240帧每秒的超级慢动作。这边看它显示是8倍，应该是它是以30帧每秒的视频作为回放，那确实是8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并没有提供一个10倍的选项，就是以24帧每秒来获得更慢的慢动作视频。但240帧每秒已经是很厉害的选项了，而且在这个模式下，它也是有胶片影调的功能的。但是这里没有显示10比特，我猜它应该不是10比特的色彩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补光灯。那这个补光灯呢，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它是磁吸的嘛，你就直接这样扣上去就好了，它就亮了。然后它上面有2个按钮，一个是控制亮度的，一个是控制色温的。亮度的话有3档，1档、2档、3档，然后色温的话也是3种色温，暖色、暖白和白。好，现在是晚上，完全没有开补光灯的样子，非常非常的暗。然后我现在把补光灯打开，现在这个补光灯还是最低亮度的。我如果把它调一下亮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中等亮度，这是最亮。最亮在纯黑的环境下，甚至都有点晃眼睛。然后不同的色温。我个人呢会喜欢在这个设置里面呢，在补光灯设置里面把自拍时开启给勾选上。比如说我现在是非自拍模式，我是关着的状态，我把它让它转回来变成自拍模式，它就亮了。
那确实市面上其实针对 Pocket 3已经有一些第三方的补光灯了，但是因为这次是有带电子触点的原厂配件，所以呢它这个补光灯你是可以在设置里面找到它的一些互联互通的设置的，你可以直接在屏幕上操作它的色温还有亮度，然后包括你把自定义键可以设成刚刚展示过的开关，所以我现在摁一下，就开了，摁一下就关了，这个还是蛮趁手的。总体握持上来说的话，也没有让我感觉到重量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然后关机的话，它也会自动的收纳关机。那还有一个我个人作为自媒体博主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可能个人用户并不会用到，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在设置里面，你有一个设置叫做音频备份，我把它设置成视频音轨，哇，这个真的很好用。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Pocket 它可以最多连2个大疆自己的无线麦克风，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Pocket 3也是可以的。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用你的无线麦克风机身上的麦克风，它也是可以同时在收音的，并且收的这个立体声的音轨会被保存到视频文件里。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你拖到专业的剪辑软件里面，音轨会有4个，头2个声道就是各自的2个无线麦克风，第3、第4音轨就是它内置的立体声的音源。这个对于后期剪辑来说太友好了，因为小蜜蜂的拾音范围只是一个嘴巴周围，它可能环境音收到的并不多，你需要环境音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2个音轨用起来。Pocket 3的音频备份也就是一个独立的音频文件，并不会像这个一样直接内置到视频文件里面。那这个对于文件管理来说，确实是少了好几个步骤。这次还有一个硬件上的升级，就是一个摇杆。视觉上看出来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吧 ，Pocket 4这边凸出来了一点，但是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Pocket 3的摇杆只有2种状态，动或者不动，并不能控制云台转向的速度。而 Pocket 4这次的摇杆呢，它是可以感知到你的力量的，你小力一点推，它的云台转动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你大力一点推就是比较快的。然后这次 Pocket 4呢，它在文件传输上也升级了，无论是你用无线传输还是有线传输，无线的话它升级成了 WiFi 6，有线的话它升级到了 USB 3.1， 所以这个对于你直接导到它 App 里面，这个效率会更高。提到音频的话，我用这边 Mic 3来展示一下。但是如果你是全能套装的话，它自己也会带一个小蜜蜂。你连上麦之后呢，你从右边滑出来的菜单里面，记得把 Pro 模式勾选，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个麦克风的图标，点一下，然后这里麦克风的这个增益，我建议你可以设置到减3，就是相当于音量会稍微小一点。因为我之前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过爆的状况出现，虽然说它可以内录32倍，不怕过爆，但是它传过来的音频文件在视频里的音轨它不是32倍了，所以音量保护有必要。那确实没有产品是完美的，所以我接下来讲一下我用了这几个月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些不足之处。那首先第一个是它的竖拍仍然没有 4K， 分辨率仍然只是 3K 60帧最多。这一块当前的传感器，它的分辨率最多有达到方形照片画幅是6144×6144的3700万像素，也就是说纵向的像素其实已经超过 UHD 4K 的3840了。理论上它是完全可以做到在竖拍的时候实现 UHD 4K 的竖拍。我不知道大疆工程师老哥在之后的固件更新里会不会开放这个竖拍 4K 的分辨率。竖拍的照相模式其实它也是有裁切的，9:16是纯裁切，只有2100万像素，但是方形还是6144×6144的3700万。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竖拍视频的话，你的这2个快捷键就没办法用了嘛。你可以在设置里面把这个锁定竖拍给它调节出来，但是这个监看画面就太小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还有就是拍照功能上的感受，因为这次不是提升了像素嘛，但是它的长宽比照相来说，我是希望能够有2:3的常规比例，但是它要么就是16:9，要么就是1:1。然后但是它上面呢，现在有超清，也就3300万像素和标清800万像素。那这个标准呢，就是说你可以使用这个实况照片，你如果想用超清模式的话，实况是不能用的。你看，你激活实况，它会变成标准模式。那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横竖屏需要兼顾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通过照片模式下的1:1画幅，可以大胆猜测这次的英寸传感器是比较方一点的，但是在视频拍摄里面并没有出现 Open Gate 这个选项，不知道后续固件会不会开放。那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它这次虽然说已经内建了这个滤镜，但是呢，它不是所有模式下都可以使用这个滤镜的，包括全景、拍照、低光和延时
都是没法使用滤镜的。我个人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拍照和低光模式下不能使用滤镜的话，确实是有点困扰。升级了 CMOS 之后，我相信会有更多人用它来拍照。可是拍照这边大家看，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选项，哪怕我切换成 JPEG， 因为理论上来说滤镜直出一般是 JPEG 不会是 RAW。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低光模式，你比如说你白天你是用有滤镜的视频在拍，可是你到弱光环境的时候，你想用低光模式拍，它这里也是没有胶片滤镜的，等于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你一整天下来你的色彩是不统一的。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模式下放大的功能也不一样。现在是在照片模式，最多只能放大2倍，我双击是没有用的。低光模式下甚至2倍都没办法，只能是默认的。慢动作也是一样，不能调节任何的变焦，延时也没有，等于说只有在普通视频模式下才可以是4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补光灯和这个云台夹，它们是不能同时使用的。那这样子镜头啊、云台啊这些轴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保护。但是我如果要保护的话，我又要反复的拆装这个补光灯，我觉得还是有点繁琐。如果下一代的 Pocket 能够像 RS 稳定器一样，能直接内置这个云台锁，我觉得会更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你使用补光灯的时候啊，你的云台其实会受到一定的角度上的限制。我现在把云台转高一点就穿帮了，但这种情况应该是极少数会发生了，因为毕竟你会用到这个补光灯的角度，也就是正常手持自拍。那还有个东西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不足之处了，就是它不是这个补光灯有一个功能是你切换自拍的时候它会自动亮起嘛？理想状态下再转回正常拍摄的时候它应该会灭掉，可是它没有灭。我不知道这个是故意就是这么设置的，还是说是我因为这个是工程样机固件的关系，它目前还是有这个 bug， 不知道最后上市的市售版本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呢，就是我在设置这个自定义按键的时候，比如说我设置成这个快速拍照那我理想状态下它的使用体验应该是，大家看我现在是在视频模式，我摁一下自定义键，咔嚓一声，对，它切换成了照相模式拍照，但是它并没有切换回来。它既然说的是快速拍照，那是不是应该在我拍照它保存之后，它应该再自动切换回视频模式才对吧？可能不一定是视频模式，可能是其他的我在摁这个按钮之前的模式，可是它并没有。我无论在什么模式，现在是在超慢速模式，我摁一下，好，拍照，它就卡在拍照了。我要在这里再点一下，把它换回其他模式。然后你在拍摄模式下再按快门按钮，那也不会回到拍视频的模式。后续的固件我不知道会不会更新上这个功能，或者加一个设置呢，就比如说切换之后是否要变回来，但现在和我操作逻辑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还有就是和 Pocket 3问题一样，就是如果你开机超过20分钟手持的话，它的背后手持的位置其实会有一点发热。那虽然说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相机也不会说过热，但是会出手汗，用户体验确实是会影响到。所以我不知道之后的 Pocket 会不会有一些材料上的升级。然后还有就是，我是很希望 Pocket 能做到像 RS 稳定器一样能够更换电池，但是目前 Pocket 4还是和3一样无法做到更换电池。它本身 Pocket 的续航，比如说玩一天的话，你可能到下午晚上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电量焦虑。就算你有这个续航手柄，你用起来说实话，这个长度也并不是那种特别优雅的使用长度。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女性用户来说的话，做一个可更换电池的设计，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优雅的升级。而且我问了一下 DJI 市场部的小哥，目前他没有接到说电池手柄也会推出 Pocket 4对应的，所以你可能就要接受它这个上下纹理不一样的这个强迫症很难受的状态。那我刚说这些问题，就是我用这几个月下来总结出来的一些不足之处。那说实话，很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没有，就是一些使用上的一些小痛点、小抱怨。毕竟 Pocket 3市场已经很成熟了，很多东西已经总结到这台上了。我觉得是完成度蛮高的一个产品的。确实，这一次 Pocket 4呢，已经在网上有很多泄露的帖子了。那我就看到下面评论区有一些两极分化的评论吧，有的人觉得它升级力度不够惊喜，有的人觉得还蛮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正常的，因为毕竟 Pocket 这条线它刚好是卡在普通用户和专业用户之间，所以两种人都会去关注这台相机。那这次 Pocket 4一些专业功能升级，比如说 D-Log 啊，然后240帧 4K 超慢速啊，然后4音轨的音频备份啊，或者是那个慢门的手动曝光设置啊，这些东西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确实有着一定的使用门槛。抛开这些他们平常可能大概率不怎么会用到的这种专业项的升级，那确实剩下的升级相比于已经足够强大
大的 Pocket 3来说，惊喜感确实会少一点。那对于专业用户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在外形不怎么大改的情况下，我可以沿用 Pocket 3配件的情况下，它又堆了这么多功能进去给我，就单单一个下放 D-Log 这个含金量，它就值得我去买单了。D-Log 这个东西在我们行业里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消费级的机子上，但是它有了。它给我的惊喜就好像去年尼康 Z2 出的时候，它能拍 Red RAW 一样的感觉。那我也问了大疆市场部的小哥 Pocket 3有没有停产计划，那在我录视频当下，他跟我说是没有收到通知。那确实 Pocket 3对于很多人来说，它的功能确实还是非常够用的，而且 Pocket 3的市场反馈一直都还不错，所以这次 Pocket 4的推出，我觉得是 Pocket 这个产品线的一次扩张吧，而不是 Pocket 3的替代品。那说起扩张，我不禁要期待起来网传双摄版的 Pocket 4，网传现在名字应该叫 Pocket 4 Pro， 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改名字。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希望能够让大家对 Pocket 4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的 Q 教人群在视频简介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做。